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再过2天就是除夕了，这里也提前祝大家春节快乐，在新的一年里都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今天这期视频，我想来聊一个常见的心理话题，就是完美主义 perfectionism。前些天，一位长期关注我频道的网友向我咨询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他在学习上存在的严重完美主义倾向。在获得他的同意，并对他的故事进行模糊处理后，我就把他的问题作为一个案例展示出来讨论。咱们这个频道虽然经常探讨心理学话题，但大多数观点和主流不太一致，那这期视频也是这样。如果你对今天的视频内容感兴趣，或者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那么继续说回我们今天的主题。首先，这位网友说，他从小就习惯给自己制定很高的学习目标，比如小学时期，老师安排学生每天复习1篇课文，但他则给自己设立了每天6篇的高目标，结果每天都感到极大的压力，陷入严重的焦虑，到 deadline 前也就勉强完成了60%。这几乎成了他学生时代的一个常态，就是提出一个很高的目标，然后执行难度增加，产生焦虑，最后又因为拖延而产生更大的自责和无力感。虽然他的成绩一直很不错，但他总是生活在剧烈的不确定性中，他感到自己始终没办法在上课时集中注意力，经常陷入幻想和走神。在大学时期，他希望自己可以摆脱这种状态，但却不能自控地刷短视频，就这样持续了几年。到了大4时，他决定考研，但最终还是失败了。他对周围人表示这是发挥失常，但自己清楚这其实是正常的结果。那怎样看待这种在中国很常见的完美主义呢？相信大家还记得，我们在5月曾经做过一期探讨拖延症的视频。完美主义和拖延症经常是同时出现的，它们的区别在于，完美主义者的内心通常设定了一个相当苛刻的标准，如果达不到就会自责、焦虑或羞耻。结果为了回避这种结果，个体通常会选择拖延，但拖延并不一定是出于对完美的追求，比如可能仅仅因为这项任务本身的无聊或压力。对于完美主义，一般的心理学书籍都会将其归因于个体追求的目标太高了，太卓越了。比如我看到一本认知行为疗法的书是这样写的：完美主义不仅意味着不断地追求给自己制定的高标准，比如我必须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我必须考到满分，尽管这会让自己感到紧张与焦虑，也意味着在没有达到预期的标准时，往往会自我批评。那既然完美主义的问题在于追求的目标太高、太完美、太理想化，那么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在于要觉察到自己的追求往往是不现实的，因此个体就需要学会降低标准，或者说去调查一下大多数人的选择，才能制定出更合理的标准。比如你认为自己必须每次都得第1名，如果有某一次不是就会非常痛苦，但如果你调查了大多数人的履历，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人能每次都做到第1，这样你就意识到这种目标的不切实际了。总之，就是要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接受现实，降低期待。那这也是很常见的策略，我当然也认为这些办法是有意义的。但这里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无法接纳自己的不完美，这是否本身也是一种不完美呢？那么这种不完美要不要接纳呢？显然，如果我们要接纳自己的不完美，那么也要接纳自己的无法接纳，那这就走向一种自相矛盾。这并不是文字游戏，而是非常有意义的问题。正如我们在11月16日的视频里就提到过，很多工具性和感性的概念都需要寻找一个现实的平衡点，比如糖是人的生命必不可少的东西，但吃糖太多就会有害健康，锻炼身体很有意义，但锻炼过度也是不好的。然而，在涉及到爱、自由和善这样的深刻概念上，就不是如此了。真正的爱、自由、善之所以应追求绝对性，是因为这些概念具有内在的自洽性。爱如果被限制或附加条件，就失去了爱的本质。同样，自由如果被限定了，就不再是完全的自由，而是一种受限状态。善如果不被追求为绝对的善，也就没有了道德的纯粹性。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应当追求理念的一以贯之，
应该扩大和丰富对完美的定义来解决问题，而非采取一种中庸的相对主义的态度，直接放弃追求。相对主义的策略是通过折中来消解矛盾，比如看到自由导致的混乱，就认为应该直接限制自由，这样矛盾就消失了。而我认为，当概念与现实发生了冲突，我们应当去深化概念的层次和定义，使概念能够涵盖和解释现实的复杂性。这比直接的妥协和折中要更有深度。那些喜欢说凡事不要搞得太绝对，他们其实潜在地认为，至少他们这句话本身是绝对的。如果我们总是随着不同的场景去妥协自己的理念，一会儿说要追求自由，一会儿说自由不能太绝对，这会导致我们经常采取互相矛盾的立场，结果是很容易导致认知失调，自我意识的连贯性和信念系统也会变得支离破碎。因此，人追求完美，追求理想，本身就是绝对正确的。而完美主义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追求的完美并不是真正的完美和理性，甚至是相当非理性的。正如韦伯所指出的，理性可以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单纯重视手段的有效性，也就是主体如何能最有效率地达成某个目标，而不关注目的本身是否有价值，也就是排除了价值判断，持有价值中立 value free 的立场。但价值理性则意味着个体在行动之前，会首先从价值观的角度去审视目标本身是否值得追求，是否符合人们的心愿，而不仅仅是考虑如何更高效地实现它。当然，任何实际行动既包含工具理性的成分，也包含价值理性的成分，这只是我们便于思考所预设的一个理想框架。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共性在于，他们都在明确地追求某种目的。就主体有这种清晰的目标意识而言，它们都是一种理性。但是，由于工具理性所追求的目标是功利性的，因而工具理性占主导地位，难免会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导致行为的常规和僵化的倾向。从价值合理性的角度来看，这恰恰是非理性的。因此，我们说完美主义所追求的那种完美，往往只是工具理性层面的完美，在价值理性层面则是截然相反的。工具理性建立在一种主客观分离的思维方式上，就是世界存在一个客观标准，主体应该遵循这个标准，谁更接近这个标准，谁就更完美。这种方式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当然是可以的，但当它被应用到个体心理和自我认知时，就变得极其片面，甚至扭曲。因为脱离了主体视角的所谓客观目标是不存在的。就比如说，很多人认为谁的工作收入高，谁的生活就更优越，收入水平总该是一个普遍意义的客观标准吧。但是，如果一个人只是出于从众或者生活的压力才选择了某个高收入的工作，而另一个人则是经过选择和深入思考后选择了自己更喜欢的事业，那么他们的生活水平是很难通过某个量化的指标去直接比较的。再比如，同样是做视频频道，我的视频讲的都是自己的真实想法，获得的认同当然也更可能是出于对我个人思想的认同，但许多博主则在很大程度上是迎合和讨好观众，他们说的话也不是他们的真心话。那么订阅量这个指标对这两种频道就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是不能直接比较的。同样的道理，完美主义追求的所谓客观目标，也往往是脱离了主体视角的一种外在和强加的标准。比如一位女性从小被父母挑剔，总是评判她不像一般女孩子一样文静，不爱做家务，那么这位女性可能会无意识认同这种评判，并将其内化。长大后，她产生了这样一种观念，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才是完美的，这就导致她经常陷入焦虑中。她会论证把家里收拾干净整洁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然而，且不说这个命题是否正确，同样是收拾干净这个目标，他们背后的不同的动机也会导致目标本身存在巨大的差别。比如，有些人是出于真正的喜欢和享受才去做家务的，在这个过程中，他感受到轻松，感受到自己更爱自己的生活，那么这与那种出于焦虑和强迫性才去做家务的状态，显然是不能等同的。就是说，不存在一个普遍的干净、整洁的标准。反过来说，
如果这位女士主动地打破和违反内心里那种强迫性的声音，让自己尝试按照自己的心情去摆放家具，那么这看起来可能会更加不整洁，但恰恰是更接近完美的。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位网友也是如此，他说自己从小也是生活在非常苛刻和高压的环境中，父母信奉棍棒教育，任何事情都可以归因于他不够认真，比如认为考试成绩变差，只需要打骂一顿就会好起来。不论他取得了怎样的成绩，父亲总是能找到某个讽刺、嫌弃和贬低的角度。有时候这种贬低是完全不讲理的。他回忆起他在小学时用红笔在书上记笔记，父亲看到后误以为是老师批改的错误，然后脱口而出就是“你怎么会错那么多？”他的成长过程充满了这样毫无道理的挑剔，也让他习得了一种强迫性的状态，就是自己感到自己无论如何都达不到某种完美，但这种完美的本质其实是个体对父亲专制权威的合理化和内化。就是说，虽然最开始个体是被外在的父权所挑剔、评判和打压，但儿童为了避免更大的痛苦，选择将这种外部威胁给合理化为某种客观普遍的标准。即便长大后，父亲已经不再能随时控制他，他仍然生活在被内化的父权秩序下。这种秩序常常以理想自我、道德、超我的名义向个体发布命令。他是一个残酷的法官，他并不会因为你完成了任务而奖励你，反而会要求你做得更好。他的目标不是让你幸福，而是让你永远处于焦虑、羞耻和罪恶感之中，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所以，当事人内心中的所谓的那个完美和严苛的声音，不仅不是完美的，而且是相当专制、暴虐的。而当事人自己在学习上出现的那些拖延和抗拒，以及无法专注导致的考研失败，虽然看起来像是一种自我毁灭，但其实不如说是个体试图打破被异化的自我，打破父母眼中的那个听话努力的好学生的形象。因为只有打碎这些东西，个体才能改写自己生命的底层逻辑，获得真正的解放。比如，正是因为考研失败，他感到自己实在无法在父母面前继续表演努力学习的样子，不得不面对这种剧烈的矛盾。假如他考研成功了，就像中考、高考那样，那么可以想象的是，他在研究生阶段会再次重复本科阶段的那种内耗和抗拒，而且会更剧烈。而研究生阶段的各种压力，比如导师的评价、学院的考核机制等等，都可能再次加重内心中那个父权秩序的威力。假如当事人继续按照父母的期待，成功进入了父母认可的公司、单位，并且结婚、生育，那么他的异化自我和真实自我的纠缠也会更加紧密，会导致他可能永远都无法过上理想的生活。这不如说是一种更大的失败。因此，一旦我们认清楚真正的目标在于摆脱虚假的面具和异化的自我，我们就能意识到，许多在中国社会看来是失败的事情，恰恰是走向真正成功的开始。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最后再说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